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双人徐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上一集跟大家分享了我觉得超级好吃的霸味姜母鸭，还没看过的可以点右上角观看哦。但是你知道霸味居然也有羊肉炉吗？不知道是不是跟姜母鸭一样厉害？我们就一起开箱来吃吃看吧。这次我一样来吃的是霸味羊肉炉的总店，它位在土城。虽然蛮多地方都有分店的，但想说既然要吃，一定要来吃吃看总店才知道。这家总店相比于姜母鸭就小蛮多的，但一样也是营造了很温馨的围炉氛围。一样入座之后，店员会给你画卡的菜单，因为这家是羊肉炉，跟姜母鸭的品相就有一些不一样。羊肉炉的部分，你可以依照人数选择大份或是小份。另外比较特别的是，他们有羊小排以及羊肉片，这确实是蛮特别的。当然也是有一些内脏类的。同样的，他们的招牌的霸味小丸子、霸味零零卷、鲜豆皮一样都是要点起来啦。至于其他的蔬菜类，他们的选择就比较多元一点，有菜头、大陆妹，当然必点的面线一定要来吃吃看。最可爱的是他们下面还有说3人1份不嫌少，5人2份恰恰好，真的是蛮会推销的。在上一集姜母鸭的时候，我有特别说我超爱姜母鸭的豆腐乳酱，但这家羊肉炉的酱料有一些不同，虽然一样是豆腐乳的基底，但是我感觉有特别调整过，整体的味道咸度降低蛮多的，然后是带有甜味的酱料，吃下来我自己还是比较喜欢姜母鸭比较咸重口味的酱料。另外这个辣椒酱油就是跟姜母鸭一模一样的，真的是很辣很辣，不敢吃辣的你千万不要沾，你会被辣坏的那种。他们跟姜母鸭一样都是使用炭炉，这点真的是霸味的传统。但是他们跟姜母鸭不太一样的是，他们是先把炭炉上来放好，之后才把羊肉炉拿来，中间有隔了一阵子，然后这个炭就在那边烧啊烧的，不小心就有炭灰飞起来烫到我的手，直接起水泡。之后如果有去吃的朋友，这个要稍微注意一下。等了一下子，我们的羊肉炉就送来啦。霸味的传统就是一定要有这个瓮，然后所有的料都会在这个瓮里面去熬煮。送来之前，店家其实已经先把锅底煮熟了，也有把部分你点的料加进去里面煮。送来的时候就是很滚很滚的样子，是不是看着就觉得超好吃的感觉？口水已经不小心都流下来啦。虽然送来后大部分的料都已经熟了，但是就像我上次有说，霸味的东西需要一点耐心，要再让它稍微熬煮一下，会更入味更好吃。所以记得你就算真的饿到不行，还是要稍微忍耐一下，让它再滚一下再煮一下会更好吃哦。首先来讲讲它的汤底，他们家的汤底跟姜母鸭是一样的，都是采用麻油基底，闻起来有很香的麻油味。不过跟姜母鸭比，我觉得是麻油味再稍微淡一些。你可以看看这两个汤的颜色其实是有一点落差的。对比下来，我觉得羊肉炉的汤底的姜味又再更浓一些，算是很浓烈的姜味，而且认真捞锅底就会捞出超多那种煮到烂透的姜。虽然我看旁边有些人会捞来吃，我自己有吃了一口，觉得它还是放在汤里煮就好了。虽然说他们的汤底比姜母鸭再清淡一点，但我还是蛮喜欢他们的汤，也是会不小心一直喝停不下来。而且我觉得他们比姜母鸭的汤再不油一点，我觉得如果是怕太浓太重口味的，这一家羊肉炉的汤你应该可以接受。开胃菜一定要点的就是面线，送来的时候我有一点吓到，跟姜母鸭不同的是，他们是羊肉面线，上面多的像是肉燥的东西，他们是采用羊后腿肉做成的肉燥，吃起来是没有什么羊味，就是肉燥的口感，但是又多了这个肉燥的风味，让这整个面线变得又更好吃了一些。而且你仔细看，他们家的面体比姜母鸭的面再细一点，而且不是那种软烂的类型。这个羊肉面线一定要点，真的非常好吃，我觉得是有赢过姜母鸭的面线。再来重头戏就是羊肉，他们采用的是块状的羊肉，大概都是这个大小，就是一口可以轻松吃掉的大小。羊肉的肉质非常的软嫩，而且是有煮入味的那种。如果吃不过瘾，可以加点羊肉片，但是这个羊肉片就跟火锅店差不多，没有什么特别的。毕竟这种冷冻的肉片大概就是这样，跟羊肉块比起来就是差了一些。但是这个羊肉片的羊骚味就比较重一点就是了。如果你是怕有羊味的朋友，你就是把他们家的酱料沾好沾满就对了，羊味可以大大的盖过去。但是这羊肉片我自己就没有非常推啦，
可点可不点。另外他们家比较特别的是有烤羊小排，虽然这一份要价300元，而且只有4块，说真的是挺贵的。它的羊小排上面用了很厚一层的孜然粉，吃起来孜然味非常重，这真的是一个很重口味的羊小排。但是啊，没有带骨的羊小排的肉质非常硬，就像是羊肉干一样，超级难咬的。带骨的肉质有稍微再嫩一点，但还是属于偏硬的类型。虽然孜然的味道蛮特别的，可是我觉得这个肉质真的有点太硬了，牙口不好的朋友可能自己要评估一下。至于火锅料的部分，他们蛮特别的是有冻豆腐。冻豆腐煮久一点之后，真的是吸附了满满的汤汁，超好吃。但是跟我一样是猫舌头的要注意，千万不要一起锅马上就放到嘴巴，会直接烫伤哦。我真的也很诚心的建议姜母鸭也要有冻豆腐，一定也会超好吃的。另外他们的蔬菜还有菜头，这个菜头炖煮过后非常入味，而且菜头本身很甜，就是我非常喜欢的那一种菜头。可能也刚好是因为这个菜头有对到季节啦，真的这个菜头一定要点起来，记得要炖久一点才会更好吃哦。当然啦，零零卷一定也是必点的，这个零零卷表现依旧非常棒，真的不管用哪一种汤底煮，就是这么的美味，这么的好吃。但还是要提醒一下，零零卷就是煮5秒就好，它就会很快的吸附了满满的汤汁，煮太烂了，我自己觉得就没有这么好吃了。米血的部分也是必点啊，虽然说真的是蛮普通的米血，但就很奇怪，用他们家的汤煮起来就特别的好吃。米血也是尽可能炖久一点，然后让它外面有点软软烂烂，这样吃起来就是外烂内 Q， 而且这样的米血才会入味。霸味小丸子我就不多说了，这种人气商品真的一定要点，用羊肉卤的汤底煮起来一样非常好吃，真的是非常喜欢它有一点脆脆又很 Q 的口感，真的很赞。鲜豆皮的话，我自己觉得就表现一般啦，那天吃的鲜豆皮我觉得煮久了还是没有很入味，豆味比较重一点，相比姜母鸭的是真的比较入味一点，好吃一点。香菇是我在之前姜母鸭没有点的，香菇经过羊肉汤底煮过之后也是吸附了汤汁，吃起来也是 QQ 的，不软烂，挺好吃的。重点是没有什么菇味，怕菇的人可以点来吃吃看。玉米笋的部分也是我吃姜母鸭必点的，但是这一次用羊肉汤底煮起来也是不错，虽然比较没有这么入味的感觉，可能毕竟羊肉汤底比较没有那么重口味一点，所以吃起来还是保有原本玉米笋甜甜的味道，我觉得还不错，喜欢玉米笋的都可以点。最后让我比较惊艳的是这个大陆妹，因为之前吃姜母鸭的时候都没有点，但是这个大陆妹用羊肉汤底煮久了之后非常入味，菜叶都有吸附了汤汁，配合菜梗脆脆的口感，真的很好吃。高丽菜就是正常发挥，依旧是吸附了满满的汤汁，煮久了之后还是保有高丽菜本身的甜味，真的是不管羊肉卤或是姜母鸭，煮过后的高丽菜都是特别的好吃。上次吃姜母鸭的时候，不管是内用或是外带都有送霸味啤酒的活动，但羊肉卤他们就需要 Google 评论才能获得，这就看各位愿不愿意给5星兑换咯。整体来说，我觉得霸味羊肉卤的表现是不错的，虽然汤底就是跟姜母鸭没有差太多，就是口味再清淡一些，但是汤底还是很深得我心。更让我比较喜欢的是它的羊肉面线，真的表现得非常好，不管是羊肉燥啊，或是面体本身都表现得很棒，真的是有赢过姜母鸭的面线。不过因为这一次为了想要开箱本店给大家看，所以专程跑来土城吃。基本上我觉得霸味系列应该口味都不会差太多，如果刚好家里附近就有霸味羊肉炉，刚好又很想吃羊肉炉的人，你其实应该去分店吃就可以啦。还有如果你是很喜欢羊味的，这家可能就没有这么适合你，他们算是比较没有羊味的羊肉炉。然后他们一样有提供外带的服务，但我看外带的人好像没有很多。如果你喜欢自己在家里煮的，我觉得买汤底回家煮，自己再买一些想吃的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如果你想找家里附近有没有霸味羊肉炉，其实可以上他们官网看，他们都有特别分类出来，认真一查，其实羊肉炉分店蛮多的，大家可以依照自己方便的地方去吃。然后如果是天气比较冷的时候啊，建议你是可以先打个电话去问看看能不能预留位置，才不会等太久哦。如果你是想来土城总店用餐的朋友，他们没有附设停车场，最近的停车场就在这个二手家具收购旁边。如果有开车过来看到这个大大的蓝色招牌，就要转进来咯。这个停车场比较不起眼一点，记得先 Google 导航一下。好啦，今天的影片就介绍到这边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请帮我订阅、分享、按赞，并且开启小铃铛。我也会持续分享国内外好玩好拍的景点以及好吃的美食哦。也可以追踪我的 IG 看更多美食与旅游的分享。我们下集见，拜拜。